扒铁维修到底有多硬核？原本快要断成两截的后桥，竟然还能通过纯手工修复如初。爱就跟我走，我爱我就放弃怕球。爱就跟我走，我爱我就放弃怕球。眼前这个后桥，上次维修的时候已经是在上次了。有了上次的维修经验之后，这次维修起来就轻松多了。师傅甚至都用不到液压机来进行辅助，直接找来了一根链条绑在后桥的两端轴头上，接着利用千斤顶顶在开裂的位置。他们想通过利用千斤顶的压力来将两端链条往上聚拢，但光聚拢开裂的位置肯定焊接不到，因此师傅将链条收紧后，会有一位头发长在头上的师傅利用游标卡尺测量定位。得到明确的数值后，他打算利用他现在敲打的这块钢板制作一个定位器，所以利用葱头打好标记点后，现在需要利用台钻进行打孔，这样在打孔时，钻头就不会产生偏移。当然，打出来的孔也并不是标准的孔位，有2个洞孔是可以轻微调整的。确定尺寸无误后，利用螺母将其固定起来，却可进行后续的操作。固定好之后，便可以利用电焊将焊缝填满。这次焊接师傅并没有打破口，而是直接开到最大火力，一点一点点的进行焊接。表面功夫做到位后，还需要将钢板拆除出来，对内部再进行一轮焊接。只有这样子反复的焊接加固，才能够让车主安心的上路。焊接完成后，师傅前来想去思来后去，感觉还是不够牢固。于是又利用尺子测量，并在后桥的底部画出一个三角形。接着利用气割沿着标记出的三角形进行切割，后续用一个完整的三角进行修复。通过在后桥壳体上切割出一个三角形来改变结构的形状和应力分布，从而达到分散应力的目的。切割完成后，现在还需要利用一张硬纸印在上方，然后从里面画出切割出来的三角形形状。通过画好的标记，就能裁剪出与缺口互相吻合的纸张。但并不是用这张纸张修复，而是用它进行标记定位在另一块厚实的钢板上。接着利用气割，沿着标记的位置切割出同等大小的三角形钢板补片，用于修补。由于后桥壳体是有弧度的，而补片是平的，所以师傅需要先将一头焊接固定起来，然后再利用锤子慢慢将另一头敲击回原位，让补片与后桥壳体相互契合。天衣无缝。为了确保补片坚固无比，师傅同样还会对内部的焊缝进行加固处理。为了让整体更加美观，加固完成后，师傅还会用角磨机对整体进行一轮打磨。
打磨完成后，师傅还会将差速器拿到车床这边进行固定，然后启动车床检查后桥的跳动情况。一旦检查没问题，就可以交付给车主了。最终维修费用，师傅只收了2000卢比，并且还保证能用到坏为止。车主像白捡到一根后桥一样，开心的要起飞了。直到你离开的那天，课外生打工，我们开始了。